你在酒店遇到女友和其他男人開房，可你非但不生氣，還送上保護措施，並叮囑他們要注意安全，但男人卻不領情，還邀請你進房間觀戰。於是你憤怒地走進房間，竟發現房間裡還有2個男人。王强、李剛，你們居然也在這裡！凡哥，我們也沒想到嫂子是這樣的人，要不你也一起來啊？聞言你卻不怒反喜，不用了，各位，我沒有這種癖好，甚至還恨不得路遙趕緊和他們鎖死。而你之所以有這種心理，是因為在進酒店的那一刻，你覺醒了一個能看到別人身上疾病怪的金手指，而王强身上正騎着一只碩大的梅毒怪，等級高達20級。這時路遙也不再偽裝，張口對你惡語相加：羽凡，你每月送外賣賺的那5、6千塊都不夠我買化妝品的。實話告訴你，老娘光这個房間就來過10次。路遙說完，以為你會現場發怒，但沒想到你一點也不生氣，反而在心裡冷笑：他喵的臭標誌，接下來有的你受的。路遙，祝你玩得愉快。你離開雲頂大酒店後，路邊看到個不停咳嗽的路人，腦袋上頂着個1級感冒怪。這時系統頁面彈出，詢問你是否要戰鬥。你出於好奇就選擇了是。瞬間你進入到了另一個世界，對面站着一只白色北極熊，頭頂上亮着血條。然後你發现自己頭頂也有個血條。這時對面的熊向你衝來，你本能的躲閃，卻發現自己無法移動。被打後，一個10的紅色數字在你頭頂跳了出來。緊接着對面的感冒怪不動了，這時你發現自己能動，於是本能的一拳砸在對方頭上，對方血條減少12。這就是典型的回合制戰鬥。你們就這樣反覆攻擊對方，直到你血條剩下10點時，感冒怪血條清空，轟然倒地。戰鬥結束，獲得10點經驗值，等級提升至2級。恭喜宿主解鎖物品庫，解鎖裝備庫。恭喜宿主戰勝1級病毒感冒怪，獲得技能強壯。隨後場景轉換，你回到了原來的馬路牙子上，原本咳得像那啥一樣的路人，突然一下子就好了。看來只要戰勝病毒怪就能治癒該疾病，同時自己還能獲得獎勵。如果自己開家診所給人看病，那還不得發財了。於是你將目光放到其他路人身上，可令你沒想到的是，他們身上的疾病等級全都是50級往上，冠心病怪、心臟病怪、尿毒症、麾下左将軍，這些全都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看來這些現代醫學都無法徹底治癒的疾病，以目前自己的實力根本就不可能戰勝。現在的首要任務還是得抓緊升級才行。接着你想到個刷怪升級的好地方——仁愛醫院，於是你決定先回錦繡公館稍作休整。結果在樓道遇到了美女房東，但你沒想到對方竟患有乳腺癌，年紀輕輕就得這種病，真是可惜了。不過這個乳腺癌大軍馬前卒代表什麼？算了，先不管了。10級病毒怪也不是現在的我能打敗的。有空去醫院做個檢查吧。話音剛落，你就急忙走進了房間。柳如煙聽後一愣，她確實查出了乳腺癌晚期，可羽凡這家伙是怎麼看出來的？剛進房間，你就看到了好基友陳浩，他身上有好幾種疾病，其中最顯眼的就是軟軟怪。這家伙整天跟我吹噓，沒想到啥也不是。於是為了兄弟的幸福，你毅然決然地開啟了與軟軟怪的戰鬥。對面是一條軟趴趴的蚯蚓，戰鬥方式和之前一樣，都是回合制，毫無懸念。你贏下了比賽。這次對方身上爆出了一把彎刀。恭喜宿主獲得裝備彎刀，裝備後可增加15點攻擊力。戰鬥結束，你回到了現實世界。不知情的陳浩忽然感覺下半身輕了幾分，像是充滿了力量。凡哥，一會兒去夢巴黎洗浴嗎？我請你。你自己去吧，我可不去。去拉倒，自己去。第二天，你按照規劃來到仁愛醫院，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你身後響起。都分手了，你特麼的還跟蹤我！來人正是路遙。原來他今天醒來就發現下面長了很多小疙瘩，又痛又癢，於是來醫院檢查。哈哈哈，果然是梅毒怪發作了，就是不知道其他3人有沒有中招。下一步不遠處就傳來了一陣怒吼：他喵的李剛肯定是你！誰不知道你整天出去跟人亂搞？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，肯定是路遥啊！他可是出了名的公交車。你望着這一切，卻是笑而不語。只有你知道，源頭其實是在王强身上，因為他的梅毒怪等級足足有20級。於是你來到幾人身邊，準備安慰一下他們。其實這病根本沒有那麼可怕，你們只要每天按時吃藥，堅持鍛鍊，平時牢記和合，加強營養，久而久之就死了。說完之後，你轉身瀟灑離開，只留下他們3人在原地瑟瑟發抖。之後你來到兒科門口，開始了你的升級之旅。到1級貪吃怪，宿主是否戰鬥？閃動。就這樣，你在醫院刷了一整天的怪，等級來到了7級，裝備欄也多出了很多装備，背包裡擺滿了各種打怪掉落的肉類。物品欄有個好處，那就是裡面的時間絕對靜止，根本不存在過期這種說法。但有個缺點，就是不允許存放活物。此外，你還獲得了一本金色技能書《金針刺血》，具有止疼扶正氣的效果。學會後，你準備回到公寓休息，在樓道又遇到了柳如煙，對方張口就是要請你吃飯。於是你帶着陳浩，跟着柳如煙來到了一家胡同口燒烤。可刚到地方，柳如烟就開始發病，痛苦不已地癱倒在地。好痛啊！看來自己要交代在這裡了。見此一幕，你立即想到了白天學習的金針刺血，立刻用銀針插入對方的3個穴位。柳如煙臉色瞬間就好了許多。我只是暫時緩解了你的疼痛，有時間還是去醫院檢查一下吧。好的，謝謝你。飯後，柳如烟把你叫到了她的頂層豪宅，陪我度過這最後的幾個月，可以把這棟公寓送給你。原來你早就知道自己的情況了。是的，我從來沒有談過戀愛，
所以想在生命結束前談一場平淡又真實的戀愛。那你為什麼要選我呢？因為你人踏實，長得還很帥，還有你的針灸能緩解我的疼痛，這樣我就能多一些時間陪在你身邊。我操啊！白拿一套房還送個女朋友，這還有什麼要考慮的？於是你連忙答應了下來，同時你也暗暗下定決心，一定要把他的病給治好。第二天你早早的就来到仁爱醫院升级，就這樣又刷了一整天，等級來到了10級，同時也獲得了一個隱藏级天賦金剛不壞，永久降低受到武士的所有傷害，並增加武士的攻擊和防御，同時免疫所有異常狀態，且每秒回復生命最大值21000的血。我操啊！這天賦也太強了吧！有了這天賦，就相當於有了可以越级挑戰的資本。於是你迫不及待地向公寓衝去，你要去挑戰柳如煙身上的病毒怪。柳如烟見你到來也很高興。寶寶，你昨天給我扎的2針，我今天一整天都好舒服。別急，等會兒還有更舒服的。話音剛落，你直接拉入戰鬥乳腺癌大軍。馬前卒是一只斑斕猛虎，血量有2000，你手持利刃砍向老虎，血量減少250，這天賦果然厲害。隨後老虎對你發起進攻，在天賦的加持下，你只掉了20血量。就這樣你們來回戰鬥了數千回合，你成功擊殺了馬前卒，同時獲得了裝備白虎裝。白虎裝備動技能每升1級，永久增加10點全屬性，當前等級1級。緊接着柳如煙身旁又出現了一個20級的疾病怪。20級乳腺癌大軍百夫长，宿主斩殺後可延長柳如烟2年壽命。果然癌症沒那麼容易治癒，估計後面還會有一長串怪在等着自己。不過這也讓我看到希望了。此時的柳如煙不知為何，感覺身體輕鬆了不少。什麼情況？難道這就是愛情帶來的力量嗎？然後柳如煙牽起你的手，朝着臥室走去。一番激戰過後，你望向柳如烟，不禁呆愣在原地。我操，竟然又多了個100級的不孕不育怪！這柳如烟上輩子到底做什麼了？這輩子要讓她受那麼多苦呢？次日凌晨，你再次來到仁愛醫院準備打怪升級，但你卻發現這裡多出了很多保安，醫院收入突然下降1/5，很多病人剛掛完號病就好了。院長懷疑有人在這裡非法行醫，今天你們一定要給我好好盯着。與此同時，一輛醫療推車急匆匆來到你面前，出血點太多，再不止血，恐怕會有生命危險，趕快通知李醫生過來手術。見此一幕，你果斷出手，你先是用金針刺血給對方止血，出血怪等級由原來的20級降到15級，之後果斷開啟戰鬥，在天賦金剛不壞的加持下，毫無意外，你戰勝了對方。恭喜宿主，戰鬥勝利，獎勵技能100年級推拿。這時趕來的醫生發現血居然完全止住了，手術時不要拔下這根針，它具有止血止疼的效果。你囑咐道。醫生聽後很是疑惑，可手術要緊，他也沒再說什麼。就在這時，病人家屬過來表示感謝，因為他們清楚地看到了，是你一針扎下去之後，病人的血才止住的。定睛一看，發現來人正是你的高中同學周正，受傷的是他當警察局長的父親，在抓捕罪犯的過程中被捅了好幾刀，幸虧你及時出手。周正和你約定手術後好好聚聚，你答應了下來。之後又開始繼續刷怪升級。等到傍晚要回去的時候，你的電話響了起來，是周正打來的。原來他的父親手術後一直昏迷不醒，醫生說要進行2次手術，但存活率不足時，在這命悬一線的時刻，他馬上就想到了你。聞言，你立即趕到了病房，定睛一看，20級精英怪气血虧損怪，你瞬間明白昏迷不醒的原因是气血不足。本來你對戰勝20級的精英怪還沒多大把握，但是有了早上的經驗，你知道可以先用金針刺血降低病怪等級，於是你表示可以一試，可醫生卻打斷了。真是可笑，你們宁願相信一個沒有行醫資格的人，也不願意相信我們正規醫院。這時周正反問道：如果醫院能保證有50%的成功率，我就把人交給你們處理。醫生聞言臉色一黑，沒有說話，他們都不說話。周正看向你說道：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凡哥。你點點頭，開始操作，朝着病人使用金針刺血後，穩妥起見，你又使用了100年級推拿。只見原先的疾病怪由原來的20級降到了15級，隨後你連忙開始戰鬥，在裝備和天賦的加持下，氣血高達2500的大猩猩被你9刀毙命。這次戰鬥還掉落了5個20年份的何首烏，以及一張氣血湯古方。戰鬥結束後，病人醒了過來，只是目前還很虛弱。你立即把那張古方拿出來，讓人按照這張方子去給病人抓藥。在喝下氣血湯後，病人瞬間面色紅潤了起來。周正連忙上前對你表示感謝。與此同時，主治醫生偷偷將你的方子給記了下來，他已經發現了這其中巨大的經濟價值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即使拿到方子，他也複製不出來氣血湯，因為這其中的一味藥只能通過打怪掉落才能獲得。解決問題後，你緊忙又開始了升級之路，因為柳如煙的時間真的不多了。隨着等級的逐漸提高，你發現每升1級需要的經驗是成倍數增長的，所以升級速度越來越慢。在醫院刷了好幾天也才來到15級。你也從這些天的戰鬥中了解到，精英怪的數值是同等級普通怪的2倍，可 BOSS 怪的數值對你來說還是個未知數。這天，你和往常一樣來到仁愛醫院刷怪，突然一個特殊的疾病怪吸引到了你，偏头疼怪 BOSS 级疾病怪可戰鬥。我操啊！終於可以和 BOSS 怪戰鬥了！於是你連忙開啟戰鬥。也在此時，眼前突然彈出一個提示：與 BOSS 級疾病怪戰鬥，需要先使用金針刺血。啥情況？怎麼還有前置條件？無奈你只能假裝向對方表明自己是中醫世家，可以用針灸的方式幫對方減輕頭痛。在徵得對方同意之後，你將銀針扎進了男子的3處穴道，之後成功進入了戰鬥。偏頭疼怪等級10級 ，BOSS 級氣血5000。不愧是 BOSS 級。要知道同等級的普通怪气血撐死1000，BOSS 怪直接是他的5倍。对面率先向你發起攻擊，只聽砰的一聲，一個50的數字出現在你頭頂。
果然厲害，哪怕自己有金刚不壞的天賦，竟然還扣除了50點血量。如果是普通怪，最多也就能對自己造成個位數的傷害。接下來輪到你攻擊了，又是砰的一聲，200傷害還行。主要這怪是法術系而不是肉盾類型的，所以在防禦力這方面偏弱。20幾個回合下來，你獲得了戰鬥勝利，還掉落了一枚白澤戒指。白澤戒指裝備後，技能附加療傷效果，每秒恢復血氣10點。此外，這次金針刺穴的技能也升級了，獲得了新效果，吊命1天，可保留患者最後一口氣，強行續命1天，對同一人僅可使用1次。接下來幾天，你仍然一刻不停的刷怪，但是你感覺自己的升級速度還是太慢了，連軸轉了半個月也才升到了18級。要知道，自己將要面對的可是20級的 BOSS 怪，至少要升到25級才有把握去挑戰，這得等到猴年馬月。也在此時，一個特殊怪物進入了你的視野，幸運怪50級特殊怪，進入戰鬥可以獲得獎勵。下一秒，你毫不猶豫進入了戰鬥，對面是一只騷了吧唧的粉色臭豬，旁邊還有一個金燦燦的寶箱。回合開始，你率先出手，一刀下去竟直接將對方斬成碎片。恭喜宿主獲得黃金品質裝備黄金盤龍甲，恭喜宿主獲得5萬經驗，等級提升至20級。我操啊！这幸運怪可真不是蓋的。最後你連忙查看起黃金盤龍甲，黃金盤龍甲裝備後防禦1000，氣血2000，格擋200，附帶技能金剛，增加自身50的防禦效果。看着面前的黄金盤龍甲，你頓時感覺可以和乳腺癌大军百夫長一戰，于是緊忙回到錦繡公館。到家後，你先是給柳如煙針灸，降低了怪物的戰鬥力，之後進入戰鬥，對面是一隻更兇猛的白虎，乳腺癌大軍百夫長20級 BOSS 怪，氣血2萬，對面率先發起攻擊，巨大的爪子落在你身上，造成了110點傷害，但因為你有着高額回復效果和新裝備，實際只掉了45點血量。接下來輪到你攻擊，砰的一聲，對方扣了2000滴血。2小時後，你靠着黃金盤龍甲的高額格擋和恢復，艱難的拿下了勝利。緊接着，柳如煙身旁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疾病怪，乳腺癌大軍千夫長30級 BOSS 怪，戰鬥勝利後可延長3年壽命。就知道沒那麼簡單，不過現在終於可以喘口氣了。之後的大部分時間，你都和他待在一起，只是偶爾外出打怪升級。這天，你和往常一樣來到醫院，一眼你就發現了人群中的一個特殊怪符怪，特殊疾病怪。可戰鬥，你毫不猶豫地開始戰鬥。眼前的符怪是一條金色神龍，和先前遇到的幸運怪一樣，一擊就打碎了對方。恭喜宿主獲得寶物龍珠，龍珠效果永久加強當前1倍全屬性。附加技能馴獸，馴服目標忠誠度100%，並增加寵物全屬性3倍。在先前打怪升級的時候，你就發現了有些家養的寵物旁邊出現過一些可馴服的面板，不過當時你並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。現在看來，自己有望馴服寵物和自己並肩戰鬥，而且有了馴獸這個技能，我馴服的寵物忠誠度都是100%，哈哈，這可真是走狗屎運。完成了今日的升級任務後，你打算開車回家，可行駛到一半，周小小就給你打來了電話。周小小是周正的妹妹，同時也是你們高中時期的校花，之前你救了她的父親，直到今天她還對你記憶猶深呢。喂，是凡哥嗎？是，有啥事啊，小小？是這樣的，我在當地開了個美容會所，有一個100萬粉絲的大網紅，在我們這美容後就長了滿臉痘痘，於是他向我索要天價賠償，不然就全網曝光。但是我很清楚，我產品根本不可能有問題。聽我哥說你醫術高明，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來幫幫我？你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下來。來到現場後，你一眼就從那個女網紅身上看到了一個顯眼的疾病怪，整容怪特殊疾病怪，等級5級不可戰鬥。顯然他沒少在自己身體上花錢，可他在全網裡的人設卻是純天然，無科技媽生臉。隨後你把周小小店裡的美容產品塗在自己皮膚上，如果產品對皮膚有害，系統就會跳出傷害提示，可過了好一會也沒出現提示，說明產品是絕對沒有問題的。那問題肯定就出在女網紅 Coco 身上。再仔細一看，她身上果然還有好幾種疾病怪，便秘怪10級 BOSS 可戰鬥，痔瘡怪10級 BOSS 可戰鬥。你瞬間明白了，她臉上長痘痘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因為這2個 BOSS 級別的疾病怪導致體內毒素堆積。此時的 Coco 仍在以全網曝光為威脅，索要天價賠償。特麼的還要不要臉啊！下一秒，你直接指出他的胸是充容的，鼻子是墊的。Coco 聞言瞬間呆愣在原地。要知道，他可是前不久才去棒子國整的，這件事連他的經紀人都不知道。見你有點真本事，他也只好服軟。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是我臉上的痘痘，你們必須給我治好。你朝着 Coco 解釋道，導致你臉上長痘痘的根本原因，是因為你長期便秘。但不管什麼原因，我都可以幫你治好。聞言 Coco 更加震驚了。我操啊！這些隱蔽連我的生活助理都不知道，他是怎麼知道的？我答應你，只要你可以幫我根治這些病，我不僅不追究此事，還可以幫美容店免費代言。於是為了幫周小小解決麻煩，你答應了下來。隨後你拿出銀針扎在她的臉上，並趁機開啟了戰鬥。緊接着意識空間裡，那只長得像獅子的便秘怪朝你衝來，只聽啪的一聲鈴，沒辦法，在寶物龍珠的加持下，你的防禦值已經達到了7000。眼前這些低等級 BOSS 怪根本不可能是你的對手。結果毫無懸念，一個回合你就取得了勝利。與此同時，現實中的 Coco 只感覺一股滔天的便意湧來，立即捂住屁股狂奔向洗手間。10分鐘後 ，Coco 神清氣爽地走了出來。沒想到你小子年紀輕輕，竟然那麼厲害。隨後他看向周小小，開口道：放心吧，
我答應你們的事一定會做到的。完美解決這件事後，你回到了家中。可讓你想不到的是，此時的周小小已然對你生出了別樣的情愫。回到家後，你便開始打算像陳浩那樣開一家火鍋店。原因很簡單，自己打怪掉落的大量肉类需要一個消耗途徑。之後，你和陳浩合夥開了個火鍋店川味軒，他負責運營，你負責提供食材，其他時間沒事就到醫院刷怪升級。直到這天，周正邀請你去參加同學會，一到地方，眾人都開始攀附起周正，因為他的局長父親剛成了政法委書記的熱門候選人。現場只有一個人主動和你打招呼，此人正是你們班的班花安然，他也是你在上學时为数不多的真心朋友。可下一秒，你愣住了，因為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令人絕望的疾病怪漸凍症。大軍馬前卒10級 BOSS 怪可戰鬥，漸凍症這3個字什麼含義？你可是再清楚不過了。得這個病，就相當於提前拿到了死亡通知書。你沒有絲毫猶豫，果斷開啟戰鬥。10級的 BOSS 怪，對現在的你來說根本不夠看。恭喜宿主戰鬥勝利，獲得技能腎虛拳。技能類型：主動戰鬥時，可降低目標20%的攻擊力和放力，持續10回合。當你再次看向安然時，果然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疾病怪漸凍症。大軍百夫長20級 BOSS 怪，针灸後可戰鬥。你本来打算偷偷刷一波經驗，但現在戰鬥有了前置條件，無奈你只能先住手。隨後你看向安然，委婉提醒道：有空記得去醫院檢查下身體。可下一秒，在場所有人都不淡定了。只見包廂裡突然衝進來3個持刀蒙面的歹徒，都他媽的不许動！誰动砍誰，知道沒？女同學聞言紛紛發出一陣尖叫。可你的死對頭孫偉竟想在此時來個英雄救美，結果直接被蒙面男一刀解決，躺在地上鮮血止不住的往外流。也在此時，你發現這3個歹徒身上都有一個紅色小人，殺人怪2級，特殊怪不可戰鬥；殺人怪1級，特殊怪不可戰鬥。沒想到這也能看到。之後3人緊忙拿出周正的照片，在人群中找了起來。原來他們就是418連環殺人案的在逃通緝犯。當時身為局長的周長山擊斃了其中1人，他們現在就是來報仇的。其中一個歹徒見安然風韻猶存，實在沒忍住，邪笑着向他走去。老大見狀沒有阻止，反正前後就1分鐘的事，沒什麼影響。可下一秒，那人竟直接軟綿綿的倒了下去。其他2人還沒反應過來怎麼回事，就同樣雙腿一軟倒了下去。沒錯，正是你隔空對着歹徒使用了腎虛拳，使他們瞬間腎虛脫力，癱倒在地。同學們都沒想到你有如此厲害的身手，紛紛對你刮目相看，只留下孫偉同學獨自在地上流血哀嚎。接下來只要報警等警察來就好了。這時候人群中有人提出，讓周正先打電話給他的局長父親，讓他帶人來擒住這3個通緝犯，這樣他爸政法委書記的位置基本上就穩了。那他們這些現場的同學也都會跟着沾光。於是大家迅速統一了口徑。等你回到川味軒的時候，已經很晚了。這段時間你家店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因為你家的食材有別家絕對嘗不到的味道。此時一個陌生人突然走到你身邊，他自我介紹是周小小的小叔子趙凱。可你仔細一看，就發現了對方身上有早洩怪、陽痿怪、腎虛怪等好幾個怪，一看就是平時被酒色掏空了身體。而男人上來第一句話就是讓你離他嫂子遠一點。自從他哥哥去世之後，趙凱一直就想得到他的嫂子周小小，他甚至已經有了具體的計劃。可是最近嫂子和你走得太近，導致他一直沒有下手機會。小子，識相的就離他遠點。嫂子，果然是寡婦門前是非多。聞言，你直接一巴掌抽在他的臉上。特麼的，你在教我做事！被抽倒在地的趙凱直接被打懵了。他堂堂首富家的人，竟然被一個火鍋店老板打了。他剛想起身反抗，但身體早已被酒色給掏空了，於是只能放狠話離去。你等着，我有100種方法玩死你！次日凌晨剛起床，你就接到陈浩打來的緊急電話。凡哥，不好了！有人吃了我們店的食物，出現了食物中毒的症狀。接到電話的你立即跑回店裡，發現店裡幾個人正在那裡嘔吐不止，腹瀉怪8級，嘔吐怪5級。好家伙，竟然真不是裝的！要不是對自己的肉有絕對信，還真就信了。此时店裡已經圍滿了人，甚至還有記者。你也意識到展現自己處理公關危機能力的時候到了，你當即向所有人表示，你們可以現在去庫房拿任何一塊肉，去機構檢驗，檢查出任何問題，就獎勵那人1萬元。這幾個上吐下瀉的人立即陪同去醫院檢查，如果查出來是食物中毒，本店賠償10倍醫藥費，並立即關門。躲在人群中的趙凱聞言，嘴角比 AK 都難壓。他知道這幾個人100%是食物中毒，因為這是他在家裡事先給他們吃過發霉的東西導致，所以對做檢查很配合。可是到了醫院，幾人不知為何突然感覺肚子不是那麼疼了，反而2個腎疼得厲害。等到檢查結果出來的時候，趙凱驚呆了。醫生表示，幾人的腸胃查出來都沒有任何問題，反倒是發現這幾人縱慾過度，有嚴重的腎虛，虛不受補，是嚴重腎虛導致的上吐下瀉。跟我鬥？沒錯，是你出手了。你剛才利用系統秒殺了幾人的腹瀉怪和嘔吐怪，然後順手對着幾人打了全套的腎虛拳。隨後你淡淡的開口道：腎虛跟我店裡的火鍋總沒有關係了吧？趙凱聞言，臉黑得像鍋底，也只能作罷。就這樣，對方精心布局的陽謀不攻自破。可下一秒，你就遇到了一個不想見的人。蘇瑤，他是特意來找你的。他知道你現在開了一家火鍋店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於是找你破鏡重圓，並且表示他和你分手那天就已經洗心革面了。凡哥，你以前不是想碰我身子嗎？今晚我就可以給你。聞言，你也是被惡心的不行。定睛一看，梅毒怪還在，並且還同時伴有尖銳屍油怪等等，竟然還有一個綠色的特殊怪杀人怪，3級特殊怪，不可戰鬥。不過這次不是紅色的，是綠色的。你根本不信蘇瑤會殺人，那這綠色的殺人怪是什麼？你一猜就明白了。墮胎，而且還是多次，不愧是蘇瑤大帝，
當真恐怖如斯。你也懒得和他廢話，當即在大街上喊道：“大家小心點兒，這個人有金蚊之流和梅毒。”眾人聞言，紛紛避而遠之。蘇瑤見狀，也只好罵罵咧咧的悻悻離去。此時的江城第一醫院，很多專家醫生，包括院長，都愁眉苦臉。嗜血細胞綜合症，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血液系統疾病，神仙也難以回天。關鍵是，躺在病床上的那人身份還不簡單，是上市公司沈氏集團的掌舵人沈天放。此時他已經陷入昏迷，並且高燒不退。沈小姐，我們已經盡力了。此人是沈天放的親妹妹，也是柳如煙的閨蜜沈雨薇。當柳如煙聽到閨蜜哥哥的病情後，第一時間就想到了你的针灸術，想讓你去幫忙看一看。到了醫院之後，你看到了沈天放身上的疾病，怪嗜血細胞綜合症怪，40级精英怪，可戰鬥戰勝後可延長3年壽命。見狀，你不禁感慨道：还好不是 BOSS 怪，不然恐怕自己也难以回天。以你现在25級的等级对战40级的精英怪，你依然没有多大把握。可是现在病人随时都会一命呜呼。随即你想到了一個辦法，於是將銀針刺向了沈天放。3級的金針刺穴具有吊命的效果，可以保住人的性命，1天內不死。緊接着，原本還陷入昏迷的沈天放漸漸醒來。隨後你寫下氣血湯的方子，讓人去藥房取藥，服下後病人狀態稍微好轉。雖然這種狀態只能維持5天，但5天的時間也足夠自己升幾級了。於是你連忙向沈雨薇表示，這病自己能治，但需要回去準備一下。要是之前你說這話，他肯定以為你是騙子。可在親眼看到哥哥在你的一番操作下，竟奇蹟般的醒了過來，他徹底相信了你的醫術。回去的路上，你在車上看到了一則新聞，外界已經知道沈天放患了絕症，即將撒手人寰的消息。沈氏集團的股票也因此大跌。如果5天後突然傳出沈天放徹底康復的消息，那麼沈氏的股票勢必就會迎來一波飆升。於是你立馬打電話給陳浩，讓他調動店裡所有的流動資金，準備買入沈氏的股票。陳浩查賬後發現只有20萬的現金，有點少啊。下一秒你手機就收到了100萬的轉賬，是柳如煙轉來的。他也猜到了沈氏的股票會迎來一波大漲，但是現在的他對賺錢已經不感興趣，索性給你100萬讓你自己玩。接下來的4天，你瘋狂的在醫院刷怪升級，等級終於來到了28級。此外，還意外撿到了一把白銀品質的武器暗影戰斧。暗影戰斧裝備後，可額外增加50點的物理穿透。次日凌晨，醫院那邊打來緊急電話，沈天放再次陷入昏迷，各項指標急速下降。你立即趕到醫院開啟戰鬥，對面率先向你發起進攻。只聽砰的一聲，150不愧是高等級精英怪，在黃金盤龍甲和金剛不壞天賦的雙重疊加下，還能給自己造成這麼多傷害。輪到自己攻擊了，又是砰的一聲，200時間一點一點的過去。你憑借腎虛拳的削弱疊 buff，艱難的取得了勝利。這次怪物掉落了一枚血紅色的蛋，上面顯示7天後孵化成功。你把它放進了空間背包。與此同時，病床上的沈天放已經醒了過來，看到哥哥醒來，沈雨薇激動地拉住了你的手。下一秒，你就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特殊的疾病怪。特殊疾病怪是女怪100級 BOSS 怪可戰鬥。這種病指的是因生理構造上的異常，導致無法進行正常夫妻生活。在古代，這種人被認為是不祥之女。現代醫學則認為這是一種生理上極難治癒的疾病，但是這病在你眼中是可以治癒的，就是自己目前根本打不過100級的王級怪。不過緊接着你就發現了，在疾病怪下方還有一行綠色的小字，使女怪身上有一把曾經刺傷她的匕首，對其有專門克制效果，應該是專門針對這個 BOSS 的特殊道具。可是問題來了，我不開啟戰鬥怎麼獲得這個道具？開啟戰鬥我又打不過對方，就算打贏了，那得到這個道具還有什麼意義呢？算了，日後再說。此時，沈天放脫離生命危險的消息不脛而走，沈氏的股票開始走高。又過了幾天，沈氏股票徹底漲停，而你買入的120萬也變成了240萬。有消息靈通的人士得知，沈天放此次能夠起死回生的原因是結識了一個神醫。這個消息在商界頂層圈子中迅速傳開。人有錢後最重要的是什麼？當然是健康。因此，很多商業大佬通過多種途徑打聽神醫的消息，但是最終都了無音訊。這是你和沈天放商量好的，沈家要替你封鎖所有關於你的消息，木秀於林，風必摧之。現階段你還是想苟起來發育，不過沈天放為了向你表示感謝，還是給了你一張100萬的支票，並且表示想和你深度合作。沈氏集團一直想進軍大健康領域，打算成立一個中藥產業園。於是沈天放便開口問你有沒有什麼想法。你突然想到了自己的氣血湯，方子簡單改良後，仍然具有不錯的補腎強身的功效，絕對是腎虛男人的福音。關鍵是還可以進行大規模量產。沈天放當場拍板，沈氏集團出資戰鼓49，你出配方戰鼓51，在你家當地成立中藥產業園，園區由你全權運營，同時由沈雨薇來和你對接。至此你也算是正式上了資本的餐桌。送了那麼多年快遞，你知道只有上了資本，這張桌子才能搖身一變成為棋手，徹底改變命運。7天過去了，此時的你手中拿着那枚紅色的寵物蛋，它的孵化週期已經結束。隨着金光閃過，一隻熊貓模樣的小動物出現在你面前。黃金級寵物大熊貓，等級1級，氣血1000，攻擊100，防禦500。第一技能冰凍攻擊時，有10概率冰凍住目標，被動技能受到的傷害減少30%。寵物氣血與主人氣血共享，當氣血全部耗盡才會結束戰鬥。見狀，你直接呆愣在原地，這是直接增加了一個作戰單位啊！對面在他的進攻回合時，只能隨機挑選你和寵物之一進行攻擊，相當於有人分擔了你的傷害。但是在他的防守回合，他需要同時承受你和寵物的攻擊。臥槽，簡直爽歪歪！以前你一直覺得打高等級的怪遙遙無期，因為後期提升等級實在是太困難了。但是現在有了這隻寵物就不一樣了，所以現在當務之急就是先把它的等級給升上來。因為寵物的經驗條和你是相互獨立的，所以你只能把經驗獨享給熊貓。好在它升1級需要的經驗比你少，
刷了整整5天，終於把寵物提升到了28級。你連忙往家中趕去，迫不及待地想和柳如煙的乳腺癌大軍千胡斬幹一下。開啟戰鬥 ，BOSS 怪率先發起攻擊，但是下一秒就被凍結在原地。是你的黃金熊貓發動了技能，下一回合輪到你攻擊，暗影戰斧砍在對方身上，砰的一聲200。與此同時，熊貓也撕咬在對方身上，砰的一聲50。緊接着輪到對面攻擊了，這次對面選中的攻擊目標是熊貓，砰的一聲300。因為熊猫是肉盾類型的，比較抗揍。就這樣過了數百個回合，你獲得了戰鬥勝利。千夫長被消滅後，緊接着就出現了新的疾病怪乳腺癌。大軍萬夫長50級首領怪，可戰鬥勝利後可延長5年壽命，這是比 BOSS 級更高等級的首領級，不知道戰力体系會提升多少。這次千夫長又掉落了一個新技能妙手空空，只能对疾病怪使用，在不開啟戰鬥的情況下，有一概率獲得怪物身上的物品。冷卻時間7天，瞬間你就想到了神雨薇身上的100級使女怪妙手空空，正好可以在不開啟戰鬥的情況下獲得疾病怪掉落的道具。於是你第一時間來到中藥產業園辦公室中，神雨薇端坐在椅子上，和他客套的打了個招呼後，你緊忙對其使用了妙手空空。不錯，第一次就掏到東西了。打開一看，風乾的香蕉。特媽的，這是什麼鬼？使女怪身上怎麼會有香蕉？浪費了一次機會，無奈你只能等7天後再試了。7天後，周小小給你打來電話，說話是吞吞吐吐，似乎有難言之隱。原來是他的痔瘡犯了，疼得厲害，但是他又不想去医院，你答應了下來。隨後連忙驅車前往周小小家，定睛一看，果然有個熟悉的身影。痔瘡怪15級普通怪，局部推拿後可戰鬥。這下輪到你犯難了。周小小見你一副吞吞吐吐的樣子，就低着頭紅着臉問：是不是很難治？要不要先檢查一下？可以治療，但是要通過按摩的手法進行活血化瘀。周小小听到不用动刀，高興壞了。按摩只要能治好，怎麼按都行。於是拉着你去他臥室，一番噼里啪啦的戰鬥後，痔瘡怪被你完美解決。周小小瞬間覺得舒服了很多，他看向你的眼神都不一樣，突然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一樣，上前握住了你的雙手。樊弟，姐姐喜歡你很久了，我知道你有女朋友，讓我做你的情人吧。聞言，你毅然決然地拒絕了對方。可讓你沒想到的是，周小小並沒有無理取鬧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今後你我2人還是以朋友身份相處，如何？你答應了下來。可下一秒，你的手機就響了起來，是柳如烟打來的。听到对話內容後，你更是被氣得火冒三丈。從對話中你得知，柳如煙家裡來了個不速之客，是前幾年長輩給他定下過口頭婚約的王大龍。當初王大龍得知柳如煙得了絕症，鬧着要上門退婚，但是被家中長輩阻止，並告訴他人死，婚約就自动取消了。但是現在得知他的乳腺癌被治好，就又舔着個逼臉上門來提這門婚事。你聽後立即驅車前往錦繡公館，更是恨不得馬上把這個畜生碎屍萬段。到家後你一眼就看到了那個男人身上密密麻麻的疾病怪，其中更是有一個疾病怪吸引到了你的注意，坤坤假體怪，100級特殊疾病怪，可戰鬥。我操啊，這還能算是男人嗎？特麼的，你看什麼？王大龍見你一直盯着他看，忍不住朝你怒吼道：我來找我的老婆合情合理。說着他向你遞來了一張銀行卡，至於你和他相處的這段時間，我會補償你的，這裡面有500萬，就當做是給你的分手費，拿着它趕快滾吧。之前你就聽柳如煙提起過這個王大龍。王大龍是柳如煙老家安平縣有名的惡霸，靠着家中長輩勾結當地官員，無底線的欺壓百姓。可以說自打王大龍成年以來，整個安平縣就沒有過一天安穩日子，其中也不乏有些村民實在受不了，整日被欺壓，前去法院上告。可官商勾結，這些人早已成為了王氏家族的走狗，甚至連受害者的律師也是對方的人。結果可想而知，受害者不僅敗訴，甚至其全家人都在事後遭到王氏家族的瘋狂報復。自那以後，安平縣就再也沒人敢去反抗王氏一族，畢竟誰也不想因此而丟了全家人的小命。柳如煙作為安平縣數1數2的美少女，王大龍自然是不想放過，於是靠着父母強行給柳家施壓，將她許配給了自己。可後來得知柳如煙得了絕症，就吵着要立馬取消婚約。但那時王氏父母的公司正處於上市的緊張階段，他們也不想惹是生非。如今剛得知柳如煙治好了病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上門搶。特媽的，還愣着幹什麼？趕緊拿錢滾蛋！見你還是不為所動，王大龍更是怒火中燒。聞言，你心裡更是盤算着要如何整治這個人渣。雖然可以直接把人做掉，然後再放進背包毀屍滅跡，但這顯然是有點太便宜他了。忽然你靈光一閃，有辦法了。說着，你連忙對王大龍的坤坤假體怪開啟戰鬥。雖然對方高達100級，可你卻絲毫不虛，因為你知道這種特殊的高等級疾病往往都是徒有虛名，就像之前遇到的福怪和幸運怪一樣。不出意外，坤坤假体怪被你輕易解決，而一切也和你預料的一樣。只見眼前的王大龍臉色鐵青，十分痛苦地捂着褲襠癱倒在地，不停抽搐。發生什麼事了？怎麼好像感覺我沒了？柳如煙見狀，捂着嘴開口道：樊哥，你幹了什麼？聞言，你立即裝傻充愣。這我哪能知道？我又不是神醫。見目的已經達成，你緊忙撥打了120。你可不想讓這個畜生就那麼輕而易舉的去世。
就這樣面對王大龍的來势汹洶，你甚至一句話都沒說，就化解了這場危機。可事情又怎會像你想的這樣簡單？次日凌晨，王大龍半死不活地躺在病床上。特么的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！老子花200万做的假品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？紧接着，王大龙就給王德發打去了電話。爸，沒了！王德發聽後一臉無語。特麼的，你在說什麼玩意兒？爸，是真的，我花200萬做的假沒了。王德發見王大龍說的十分認真，迅速驅車來到了江城第一醫院，畢竟這可是自己唯一的兒子，還等着他給自己傳宗接代。在詳細的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後，王德發敏銳地察覺到了一絲詭異的氣息。先前商業大佬沈天放得了不治之症，但最後卻被神秘醫生氣死回生。現在柳如煙得了乳腺癌，也被人成功治癒，而且自己兒子的賈坤坤也在見了那個叫羽凡的人之後，就莫名消失了。難道說王德發心中的喜悅溢於言表？只因他前不久得了肝癌，而且還是晚期，但因為要維持自己上市公司的正常運營，他的病情甚至連身邊的親人也沒有告訴。這些年一直都是靠着私人醫生在給他強行續命，他深知這並不是長久之計，病情再這樣下去，恐怕自己連孫子的影子都看不到。後來在得知沈天放被成功治癒後，他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可這些天他花了很多人力財力，也沒有得到神醫的任何消息。他一度以為這是老天在給他們王氏一族重擊，可如今看來，自己根本命不該絕。你知道那個叫羽凡的人現在在哪兒嗎？這還不知道？王大龍一聽，以為老爹這是要迫不及待地給自己報仇，於是連忙拉着老爹帶上一車麵包人，朝着你所在的錦繡公館駛去。與此同時，沈天放向你打來了電話，因為你二人合夥開辦的中藥產業園被當地政府評為了年度10大優秀企業之一，產業園因此股票大漲，同時也在網絡上引起了一陣中藥養生熱潮。於是沈天放便打算帶着沈雨薇，借着這次機會對你正式地表達救命之恩。聞言你沒有拒絕，畢竟自己老婆還是他妹妹的閨蜜，也沒有什麼不合適的。可剛掛斷電話，敲門聲就響了起來。我操啊，哥們兒，你是曹操嗎？怎麼說到就到？剛打開門，王大龍就氣勢洶洶地衝了上來。特媽的，昨天的事兒，一看就是你在背後搞鬼！老子今天不讓你磕頭道歉，我就不姓王！聞言你卻絲毫不慌，因為你知道對方根本就沒有什麼證據。你他媽腦子燒壞了，我又沒有超能力，怎麼可能憑空把你的假整沒了？可話音剛落，你就意識到了不對勁。媽的，老子可從沒跟你說過我的假沒了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聞言一旁的王德發卻是滿臉喜悅，這更加印證了眼前之人極有可能就是自己苦苦找尋的神醫。緊接着，王大龍仗着人多勢眾就要上前揍，可下一秒他就愣在了原地。只見王德發朝着王大龍上去就是一個大逼鬥。爸，我是大龍啊，他才是欺負我的人。說着還不忘指了指你。特媽的敢對神醫不敬，打你都算輕的。王德發心裡十分清楚，眼前之人竟有治癒癌症的神蹟，自己這些凡人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對手。等到神醫親自出手，恐怕到時候自己兒子非死即殘。於是便想着先替你教訓下王大龍，以此來博取好感。可令王德發沒想到的是，自己這個舉動竟直接導致了王氏一族的滅絕。他怎麼會知道我的身份？本來還想着給王大龍一個教訓就好，但現在為了以絕後患，只能把王氏一族給除掉了。哎，只是可惜了這麼多屍體，又要占了物品欄不少格子。講到這裡，你不免開始心疼起來。王德發現你沒有生氣，於是便放下心來。神醫，我知道您就是那位傳說中治癒沈天放的神醫，我求求您幫幫我吧，跪下！生前大龍多有得罪神醫的地方，求您大人不計小人不是過，原諒他了。說着便拉着一旁的王大龍一起跪了下來。說完也不管王大龍什麼心情，就拉着他瘋狂磕起了頭。可你看着眼前二人，卻更是怒火中燒。馬德竟敢當着那麼多人面再次揭穿我，你也有取死之道。就在你思考要如何才能悄無聲息地做掉王氏一族時，敲門聲再次響了起來。不出意外，來人正是沈氏。兄妹二人見此一幕，頓時愣在原地。凡哥，這是什麼情況？沈天放問道。他還想繼續往下說，可這時一旁的沈雨薇卻拉了拉他的衣角，暗示他有什麼話稍後再說。沈雨薇身為柳如煙的閨蜜，自然是聽他提起過這個。王大龍你見氣氛有些詭異，便想着先把王氏父子打發走再說。今日之事，我可以不在。可話剛說到一半，王德發竟再次出言將你打斷。神醫，求求您救救我吧！我不久前得了肝癌晚期，我知道您在前不久把沈總給治好了。說着不忘指了指一旁的沈天放。沈天放此時也是滿臉黑線，自己前不久剛答應羽凡要替他保守秘密，現在就有人得知了他的身份，特麼的這不是把我往火坑上推嗎？而你聞言也是一臉無語。王德發這智商是怎麼稱霸安平縣的？同時你也更加堅定了除掉王氏一族的決心，這王氏一族斷不可留，否則就憑王德發的智商，早晚會害了自己。而此刻跪着的王大龍早已被嚇得目瞪口呆，平日裡只要自己犯事，不管什麼問題，老爸都可以解決，可如今卻像條狗一樣被對方教訓。而且他剛剛說的肝癌晚期是什麼意思？之前也沒聽他提起過。聽到這，沈天放已然明白了整個事情的原委，原來是這樣，自己雖然身為商業大佬，終歸也只是一副肉體凡胎，面對羽凡也只能乖乖的保守秘密。可這二人竟敢當面威脅神醫，真是活膩了你。看着跪在地上的王德發，實在拿他沒辦法，於是便想着先穩住對方，還是不要把事情鬧大的好。
但是需要先进行針灸，跟我來吧。王德發一聽，也不管跪在地上的王大龍，一路小跑跟着你來到了臥室。針灸後，你對着王德發身上的甘愛大軍馬前卒開啟了戰鬥，結果對方甚至連2回合都沒扛住，便化為經驗。剛結束戰鬥，王德發就感覺到身上有股莫名的暖意湧來。這就是傳說中的神醫嗎？才過了2分鐘，效果就立馬出現了，當真恐怖如斯。可只有你知道，自己只是幫他清除了一個馬前卒而已，後面還有一大長串的怪物等着呢。要想治療癌症，哪有那麼簡單？哦，對了，我只是幫你暫時緩解了痛苦，後面要想治好，還需要大量的治療。切記今日之事斷不可向外人講，否則後果自負。王德發聽後連忙點頭。放心吧，神醫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會出賣你。此刻的王德發已然將你當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。當王氏父子被你忽悠走後，你来到了沈天放面前。不好意思啊，剛才耽誤了點時間。沈雨薇聞言，連忙上前開口：“凡哥，那人是不是王大龍？”“是的。”之前早聽柳如煙提起過，面對這種，你真的不應該救他們。沈天放聞言，大腦直接宕機。好家伙，合着只有自己是蒙古人唄？那2人究竟是何來歷？你們倒是說清楚啊！之後，沈雨薇便1五1十將王氏一族做過的所有惡行全都說了出來。恶魔的，這還是人幹的事嗎？生氣之餘，沈天放也意識到，這絕對是一個在你面前立功的大好機會。像沈天放這號人物，就算是放眼整個龍國，那也是商界數1數2的翹楚。拿捏一個小小縣城的地頭蛇，他還是十分有把握的。隨即朝着你開口了：“凡哥，需不需要我動用關係幫你除掉他？”聞言，你開始思考起來，這倒也是個辦法。畢竟王氏家族人多勢眾，自己一個人能力有限，而且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盡快除掉王德發，避免他把消息散播出去。短暫思考過後，你看向沈天放，開口道：“可以倒是可以，但是你有什麼辦法可以合法或者悄無聲息地除掉他？畢竟現在這個社會，出人命還是會鬧出不小動靜。如果自己的身份在警方調查中被暴露了，那可就得不償失了。還有，我想要的是他們整個王氏一族的命。”聞言，沈天放愣在原地，要我幫忙幹掉這2人倒是沒啥問題，可整個王氏家族這麼多人，我又該怎麼處理？但畢竟自己牛皮都吹出去了。凡哥，你容我想想。說着，他便開始思考起來。沒過一會，沈天放就有了一個主意。有了，你們不是說這王氏家族平日裡總是欺壓百姓嗎？只要肯說服那些百姓出庭作證，加上我的關係，那這件事基本就10拿9穩了。沈雨薇聽後也開始附和起來。对啊，平日裡那些百姓總是被欺負，心裡肯定早已恨透了王氏一族。之前礙於他們的威壓，始終憋着一口惡氣，但現在有我哥肯為他們出頭，他們肯定會願意出庭作證。可此時你卻皺起了眉頭。這王氏一族能在安平縣稱霸一方，定然不會只有這些手段。村民或許未必能幫我們，可眼下也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。好吧，那你們行動小心點，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儘管提就好了。在聽到你的答覆後，沈天放更是表示，不出1個月，自己定能鏟除整個王氏。可事情又怎會像他想的這樣簡單？王氏一族能稱霸安平，可不僅是靠着王德發，其背後還有王母在撐腰。此人精通算計，最能拿捏人心，平日裡一副和藹可親的模樣。可村民們都知道，每次王大龍出事，那些陰險惡毒的伎倆，無一不是王母的主意。平時和王德發一個唱白臉，一個唱紅臉，鬧得整個安平縣雞犬不寧。此人做事心狠手辣，有勇有謀，在王氏一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果然如你所料，時間剛過1周，沈天放就給你打來了電話。電話中，沈天放表示自己在第3天的時候，就靠着人脈掌握了大量王氏家族違法犯罪的證據，只要村民可以出庭作證，就可以將整個王氏一舉歼滅。而那些村民聽到有大人物肯為他們出頭，頓時滿心歡喜地答應了下來。他當時就覺得這件事情已經10拿9穩了，還找了大量的記者。可直到今天，眼看着法院就要開庭，原本那些答應出庭作證的村民卻全都變了卦，紛紛表示自己根本就不認識沈天放，也沒有被王氏家族欺負過。其中更是有一個小女孩表示，王氏家族在我們縣修建學校、醫院，平日裡還時不时的資助我們這些貧困戶，是縣裡的大好人。任誰也能看出來，此時的小女孩眼含熱淚，俨然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樣，分明就是被王氏家族脅迫。得知此事後，你勃然大怒，沒想到這王氏一族還有如此通天手段，竟能讓一個小女孩心甘情願做偽證，看來是要好好會會這個王母了。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後，你立馬驅車來到了安平縣法院門口。與此同時，王德發因為這些天沒有得到你的救治，病情開始嚴重起來。先前只有20級的肝癌大軍百夫長，此時已經嚴重異變，成了30級異變肝癌怪，並且這種因治療不及時成功異變的疾病，往往都會自帶一種領域，在這種領域內戰鬥，你的各方面屬性都會下降，甚至高等級的異變怪會讓你進入迷惑狀態。在這種狀態下，你的攻擊隨時都可能會打到自己身上。也就是說，哪怕有10個寵物給自己分擔傷害，你也未必能打過對方。此時，沈天放早已被記者圍得水泄不通。沈先生，您先前不是表明這王氏一族是無法無天的大业人嗎？可現在看來，
事情好像并不是像您说的那样。一些只想蹭热度没底线的狗记者在此时站了出来。我可不管王氏一族是不是真的坏，只要这次能登上头条，那升职的事基本上就稳了。沈天放面对记者的咄咄逼人，一时间竟也没了办法。可下一秒，他就愣在了原地。卧槽啊，这是什麼情況？只見眼前這些記者就像是商量好的，一片刻的功夫就消失在了沈天放面前，走得乾乾淨淨。沒錯，是你出手了。就在剛剛，你給王德發打去了電話，電話中你向他保證，只要他肯幫忙撤掉這些記者，自己就可以立馬再給他治療一次。王德發聽後欣然答應了下來。雖然他知道你是想借沈天放的手除掉王氏一族，可眼下自己能不能活過明天還是個未知數。對不住了老婆，我也是實在沒有辦法。話音剛落，王德發就給王大龍打去了電話。你去聯繫下龍華報社的楊總，讓他把法院門口的那些記者全都撤了。王大龍聞言當場愣在原地，他也知道這次開庭如果敗訴，那他們王氏一族恐怕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。可我爹為什麼還要幫外人整治我？看來我那便宜老爹指定是被羽凡給騙住了。這世界上怎麼可能有能100%治療癌症的神醫？不過他轉念一想，又覺得老爹的做法或許另有深意。現在整個現場的記者都已經被我們給收買控制了，要想再回來，那還不是自己一句話的事。而且那些說是要出庭作證的村民，我媽也全都處理好了。這場官司沈天放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勝算，那這次就先依着他來吧。緊接着王大龍就給報社的楊總下令讓他撤掉了現場的記者。之後你也按照約定開車來到了王德發所在的私人診所。剛進門你就看到了王德發身上那隻恐怖的30級異變怪。我去啊，這他媽是啥玩意兒？第一次見到異變怪的你當場懵了個大逼，緊接着一陣提示音響起，30異變怪由甘愛大軍百軍長異變而來，進入戰鬥將至進入對方領域，同時會小幅度自身全屬性。與高等級異變怪戰鬥時，有概率進入迷惑狀態。迷惑狀態，你和寵物的攻擊隨時都可能會打到自己身上。看着眼前的系統介紹，你有些猶豫不決。異變怪什麼實力，自己根本就不清楚。再說了，為王德發這種人冒風險，真的值得嗎？王德發見你遲遲沒有說話，似乎也明白了自己的結局。神醫，我真的沒有救了。你的病情現在已經嚴重惡化，目前我也沒有十足的把握。如果這次治療失敗，你可能會在一種極度痛苦的狀態下死去。不治療的話，你還有大概1周的時間。聞言，王德發算是徹底接受了自己的結局。隨後他像回光返照般開始向你講述起自己的一生。22歲那年，他成功畢業於清北大學，並在同年踏入社會。他本以為憑借自己的高學歷能在社會上混得風生水起，可現實卻給了他當頭一棒。這天，他躊躇滿志地來到龍華科技面試。龍華科技在當時的業內已經算是小有名氣，前來應聘的畢業生數不勝數。可即使這樣，王德發依然對自己很有信心。畢竟他知道像他這種從18線小城鎮出來的人，能改變命運的機會不多，而這就是其中的一次。可令王德發沒想到的是，面試剛進行到一半，王德發就被對方錄取。當時他直接愣在了原地。面試官，我真的被錄取了嗎？別激動，小伙兒，這是真的。記得明天早上8點準時上。成了，我成功了！可此時初出茅廬的王德發哪會知道，接下來等待他的將會是無盡的地獄。第二天，王德發準時來到公司上班，但他發現自己所在的部門今天竟然沒有一個人。疑惑之際，他低頭看了眼時間，沒錯，是工作日。面試官昨天也說的是今天來上班。可怎麼話音剛落，一群全副武裝的執法者就將他圍了起來。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哪見過這種場面，瞬間就被嚇得止不住的顫抖。我操啊！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蹲下，雙手抱頭，不許動。之後，王德發就被以竊取公司機密為由判了3年。後來他才得知，原來是公司高層為了巨額利益，將他們的底層代碼偷出去，交給了競爭對手。可老闆得知此事後，卻根本拿他沒有辦法，因為此人是老闆的小舅子。這些年靠着和老闆的這層關係，小舅子平日裡就經常欺負同事，利用職務之便向下屬收取好處費。老闆一直以來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可如今底層代碼被竊取這件事，早已超出了他能管轄的範圍，弄不好是要進去踩縫紉機的。生氣之餘，他也在為小舅子想辦法。幸好代碼被偷這件事，公司還沒有人發現，或許自己可以利用明天地面試做個局。於是王德發就成了那個倒霉的替罪羊。3年牢獄之災結束後，王德發算是徹底明白了社會的險惡。他發誓要讓這些欺負過他的人付出100倍的代價。同時他也在這時遇到了龍華科技的前任財務，他因為幫老闆做假賬被判了1年，而這人就是後來的王媽翠蓮。之後二人憑借着超高的專業水平，在業內混得風生水起，並順利收購了龍華科技，也讓原來的老闆付出了應有的代價。之後的幾年，二人企業越做越大，他們的心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屠龍者終成惡龍也在此時徹底應驗。一次意外，王德發犯下了滔天大罪，幸虧翠蓮提前打點，這才避免了牢獄之災。後來二人為了東山再起，回了王德發的老家安平縣，靠着王德發的商業頭腦和翠蓮的心狠手辣，沒過幾年就成為了當地只手遮天的地頭蛇。我可以答應，但如果是他自己作死，那我就沒有任何辦法。之後你帶着王德發驅車來到了法院，翠蓮看到王德發來了，
臉上的喜悅溢於言表。沒想到這老頭子平日裡神龍見首不見尾，一有事他還真能上。可直到開庭的那一刻，他才明白王德發根本不是來救他們的。不出意外，在無數鐵證和王德發的反水幫助下，整個王氏家族被一網打盡，安平縣也恢復到了往日的和平。而你也和柳如煙沒羞沒臊地過了一段安穩日子。這段時間，你通過打怪升到了40級，同時你也在一次打怪中了解到了有關太古之虛的消息。太古之虛，傳說中上古神明修煉時留下來的遺跡，進入其中修煉可快速提高等級，同時有概率獲取更多神之秘文。看到這裡，你有些驚訝，先前你有幸獲取過一條神之秘文，秘文中提到，面對因惡化而產生的異變怪事，可通過收集四聖獸遺物來消除其領域帶來的負面效果。四聖獸是什麼？還有自己要怎麼才能獲取他們的遺物？如果當時王德發的30級干艾大軍百夫長沒有領域的話，自己絕對有把握可以戰勝他。算了，可能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想到這，你不免感覺有些可惜。可接下來發生的事卻讓你不得已踏上了找尋聖獸遺物之旅。這天，你和往常一樣來到醫院刷怪升級，可剛到醫院，電話就響了起來。是柳如煙的閨蜜沈雨薇打來的。得知此事後，你緊忙開車趕回了錦繡公馆。不是，怎麼回事？我今天出門的時候他還好好的。沈雨薇看向你解釋道：我也不知道，今天我倆打算練習一下廚藝，給你做一頓大餐，可剛準備點火，他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。沒有猶豫，你連忙查看起柳如煙身上的疾病，怪異變乳腺癌，鎮國大將軍70級 BOSS 怪，異變怪首領怪，戰鬥後可延長柳如煙壽命10年。看到這，你頓時沒了底氣，畢竟現在自己只有區45級，要想對付70級的 BOSS 怪簡直難如登天，而且還是這種自帶領域的異变怪。突然你想到了之前的那條神之秘文，对了，不是說找到聖獸遺物就可以消除異变怪所带來的負面效果嗎？你頓時又燃起了希望，但緊接着你再次捏了把汗。可我現在只有45級，要怎麼才能打過70級的 BOSS 怪？不管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只要有一絲希望，我都不会放棄的。然後你朝着柳如烟使用了金针刺穴的吊命。一天在技能效果的加持下，柳如烟醒了过来。緊接着你又去药房煎了一些氣血湯，服下後柳如煙明顯好了很多。沈雨薇驚嘆道：哇塞，凡哥你可真是神医，竟然这麼快就醒了。可只有你知道，這並不是長久之計。隨後你把沈雨薇叫到了客廳。這幾天我有事要離開，你一定要替我照顧好柳如煙，她有什麼事你一定要立馬通知我。好的，你放心吧。沈雨薇雖然不理解你的做法，但還是答應了下來。就在你即將要出門時，眼角的餘光再次瞥見了沈雨薇身旁的那只100具石女怪。哦对了，這麼長時間過去，妙手空空肯定早就刷新了。緊接着你對石女怪發動了技能妙手空空，打開一看，頓時一陣耀眼的金光迸發而出。恭喜宿主獲得神級技能涅槃重生。涅槃重生，上古聖獸朱雀的遺留之物及其4聖獸遺物，可化腐朽為神器，絕境之中亦能將大局逆轉。技能介紹：進入戰鬥時為被動技能效果，氣血為0時，可立即滿血復活並恢復所有狀態。每場戰鬥僅生效一次，戰鬥以外時化為主動技能，僅可對瀕死之人使用。強行續命15天並恢復其30精血，備注可通過消耗自身壽元強化續命效果。我操啊，這不就是 Pro Max 版的吊命1天嗎？還有為什麼4聖獸的遺物會出現在石女怪這裡？怎麼會那麼輕易就獲得了一個？眼下並沒有太多的時間讓你思考。緊接着你連忙朝臥室走去，對柳如煙使用了技能涅槃重生，頓時一股無名之火朝他衝去，緊接着無數生機自他身上湧現，僅是片刻的功夫，柳如煙就感覺自己像是獲得了重生。這是怎麼回事？怎麼感覺好像輕鬆了許多？你看着柳如煙，並沒有過多解釋。寶寶，我最近可能要出去一段時間，你在家一定要照顧好身體，這段日子就讓雨涵陪着你吧，有什麼不舒服的一定要跟她說。不等柳如煙開口，你就離開了房間，畢竟現在時間就是生命，多耽誤1秒，他就會多一份危險。之後你開車來到了一家私人診所，這是陳浩的好兄弟張揚開的，先前你就是在這裡獲得了有關太古之虛的消息，所以你決定來這裡碰碰運氣。哎呀，真是稀客，凡哥，好久不見啊！兄弟張揚見你來訪，連忙上前熱情地打起招呼。之後你假借學習的名義，打算在他這裡待幾天。他聽後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，就讓你留了下來。我今天還有很多預約，所以會比較忙，你自己隨便轉轉，有事叫我。沒事兒，你忙吧，我有啥不懂的，等你忙完再來問。好的好的。說完他便開始了接診工作，而你則是在一旁靜靜觀察着每個人身上的疾病怪。本以為幸運女神會一直站在你這邊，可一連刷了5天，你都沒發現任何的特殊疾病怪。終於在第6天的時候，你決定到別處去碰碰運氣。和張揚告別後，你轉身就要離開診所，可就在這時，人群中一個耀眼的光芒吸引了你的注意。仔細一看，幸運怪特殊，疾病怪等級未知，備注與幸運怪戰鬥，有概率獲得超級大獎。毫無意外，開啟戰鬥後，幸運怪被你輕鬆擊敗，恭喜獲得380萬經驗值，等級提升至51級。恭喜獲得陣法系5行大陣，戰鬥中自動開啟，己方所有單位共同承擔傷害，提升所有單位100的氣血恢復效果。恭喜獲得神級物品秘境碎片2秘境碎片集齊10個，可開啟傳說中的秘境太古之，使用單獨碎片也有01概率會成功開啟。我操啊，
這次的幸運怪可真不是蓋的。你叹了口气，这秘境碎片单獨使用概率低的可憐，集齊10個更是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。但眼下柳如煙可撐不了那麼長時間，那到底要不要搏一搏這01的概率？原來就在昨天，沈雨薇再次給你打來電話，電話中你得知了柳如煙再次惡化的消息。若不是有朱雀在給他強行續命，恐怕人早就沒了。想到這，你不再猶豫，狠下心使用了秘境碎片，要集齊10個碎片，柳如煙怎麼可能等得起？不如搏一搏，興許還有一絲希望。緊接着眼前場景瞬間轉換，碎片也跟着緩緩漂浮了起來，同時開始散發出一陣奇異光芒。可下一秒你就愣在了原地，只聽砰的一聲，碎片化作了齏粉消失在你眼前。見此一幕，你瞬間心如死灰，看着手中僅剩的最後一枚碎片，你像是做出了什麼重大決定。先前你通過打怪獲得了一個很奇葩的道具增幅旗幟，使用後可增加1的任何事件成功概率，該道具凌駕於所有規則之上，單次事件僅可使用1次。當時你還覺得這1的概率根本不夠，看特麼的，這不就是一整個妥妥的吃灰道具？把它放進背包後，你就再也沒管過它。可如今這1的概率和碎片的01相比，真能算得上是頂級神器。沒有由你對着碎片使用了增幅旗幟，可下一秒你再次被震驚的說不出話。只見在成功使用宝物的那一剎那，碎片以一種極其詭異的方式開始旋轉，緊接着你的神智也開始恍惚起來，無數陌生的記憶碎片瞬間湧入你的腦中，你也不知道這種狀態持續了多久。我操，頭好痛！這到底是什麼情況？畫面中的這人是誰？為什麼會有他的記憶？再次睜眼，你就看見了一片花海。你努力的開始回想來這裡之前的記憶，卻怎麼也想不起來。我操，頭好疼！這裡難道就是傳說中神明遺留下來的秘境？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？看着面前的蝴蝶，你忍不住想去觸摸，可它們卻徑直穿過了你的身軀。就在你疑惑之際，一個老者的聲音自你身後傳來。你轉頭看去，小伙子，別害怕，這裡就是傳說中的秘境。告訴我，你想在這裡得到什麼？不遠處，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正站在那裡。短暫的思考過後，你朝着老者開口了：“我想快速獲得強大的實力，以此來治癒我的心愛之人。”老者聞言卻嘆了口氣：“你身上背負着太多秘密，難道你就不想知道你為何能看到別人身上的疾病怪物？難道你就不想知道剛才缺失的那部分記憶是從何而來，到底屬於何人嗎？”面對老者的詢問，你愣在了原地。難道不是因為我是穿越者的原因嗎？還有他說的那些記憶是怎麼回事？自己剛剛確實感覺好像弄丟了什麼重要的東西。你到底是誰？為什麼會這麼了解我？聞言，老者再次嘆了口氣。看來你是真的什麼都不記得。也罷，我可以你无可匹敵的力量，但我需要確認你是否可以掌控它。因此，你需要通過我為你設下的3場試煉。緊接着，你面前開始浮現出3張卡牌。面對老者的話，你半信半疑。可眼下自己也實在沒有別的出路。緊接着，你意念微動，隨後中間那張卡牌消失不見。哦，對了，忘了告訴你，在試煉中，你的所有能力都會失效。祝你好運。隨着老者話音落下，眼前場景開始轉換。這是哪裡？這間小屋子能有什麼試煉？可還沒等你緩過神，一個頭戴豬面具的男人就走了過來。你好，挑戰者，歡迎來到我的試煉。你也看到了，這間屋子就這麼大，並沒有任何的隱藏空間。緊接着，面具人打了一個響，你2人被傳送到了門外。待會兒我會在門內放置這枚魔丸，15分鐘內找到它即可通關。為了防止作弊，我會在旁邊全程觀察着你的一舉一動。準備好了嗎？聽到這裡，你隱約感到了一絲不對勁，感覺有些奇怪，但又說不上是哪裡不對。短暫思考過後，你便已經有了一個大膽的猜想。該不會真就這麼簡單吧？算了，還是穩一點比較好。我準備好了。話音落下，面具人閃現到屋內，放置好了魔丸。好了，進來吧。隨着面具人抬手，你也被傳送到了屋內。計時開始，剛開始，你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旁的貨架上，可隨着時間1分1秒的過，你甚至連魔丸的影子都沒看到。這時，你想到了剛才自己那個大膽的猜想，看來只能是這樣。魔丸就藏在你身上。聞言，對方先是一驚，後又平靜了下來。不愧是傳說中的天選之人，破解我這種試煉就和玩遊戲一樣。恭喜你，通過了我的試煉。說着，他喚出一個精靈朝你緩緩飛去。這是密語精靈，他會在接下來的試煉中給你幫助。話音剛落，他就消失在你眼前。看着身旁的精靈，你一臉懵逼。他剛才說的天選之人是什麼意思？怎麼感覺他們每個人都知道我的身份，只有我被蒙在鼓裡？還沒等你多想，下一秒你就被傳送回了秘境。沒想到這麼快通關了第1層試煉，看來你比我想象的還要強一些。那是自然。沒有猶豫，你連忙選擇下一張卡牌。
場景瞬間切換到一片虛無的空間，中間懸浮着一個棋盤，而棋盤對面站着一個頭戴金面具的人。歡迎你來到我的試煉，挑戰者。我的遊戲規則很簡單，黑白棋子各50顆。遊戲開始，你需要將全譜子放進碗中，至於如何分配由你決定。分配完畢後，我會使你短暫失明，同時你需要先選擇一個碗，然後從這個碗中選出黑色棋子，成功選中黑子，就算你贏。聽到這裡，你意識到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運氣遊戲。短暫的思考過後，我準備好了，開始吧。話音剛落，開始。你將所有白棋和49顆黑棋全部放在同一個碗中。等等，你犯規了，必須要把棋子分配到2個碗內。別着急，我還沒結束呢。還沒等面具人說完，你就打斷了他。緊接着，你拿起最後一枚黑子，放進另一個碗中。好了，我結束了。這樣分配有個好處，一旦選中，那個只有1顆黑子的碗將會直接勝利。即使沒有選中，另一個碗裡也有接近一半的概率是黑子。見此一幕，面具人有些驚訝。不愧是天選之人，當真和其他人不一樣，有點意思。下一秒，面具人抬起手臂，頓時一股黑色霧氣籠罩在你眼前，使你失去了所有視野。然後面具人開始搖晃碗，沒一會，面具人搖晃結束，將2個碗放在你面前。好了，你要選擇哪個碗？是你左手邊的，還是右手邊的？聞言，你稍作遲疑。那就選左手邊吧。雖然你有些實力，但貌似運氣好像並不怎麼好。聽到這，你卻嘴角揚起一抹邪笑。現在，請你從碗中選擇棋子。沒有猶豫，你隨手抓起5個棋子。我手中有黑色棋子嗎？你朝着面具人問道，可他卻沉默了起來。這怎麼可能？怎麼可能有人的運氣會這麼好？對面遲遲沒有傳來聲音，你便已經確定了，手中的這5枚棋子很有可能都是黑子。隨後，你將棋子一顆一顆丟下，留在手中最後的一顆赫然就是黑子。我選對了嗎？看來你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強，竟然連幸運女神都選擇站在你這邊。恭喜你，成功通過試煉。說着，他喚出一股光團，朝着你身旁的精靈湧去。只見精靈在接觸到光團的瞬間，一股恐怖氣息自他身上迸發而出。它可以使你的精靈擁有至高无上的凝聚力。至於這股力量有何用，你日後自然會。還沒等你開口，面具人直接抬手將你送回了秘境。可剛傳送回秘境，你就愣在了原地。我操！這是怎麼回事？只見原本宛如仙境般的秘境，此刻卻變成了人間煉獄。身旁的高溫無時無刻不在提醒着，留給你的時間不多了。看到這，你不禁一頭霧水。緊接着，你便意識到自己絕不能坐以待斃。可自打進入秘境以來，你的所有能力都已經失效，眼下你也沒有其他解決辦法。就在你萬念俱灰時，密語精靈跳了出来。主人，我能感知到当前這場景存在大量虛無，換句話說，現在這片區域只是幻想，並不會對您造成這麼熱的高點溫卻還只是幻想，那要是真的，還能得了？聽後你更是一臉懵逼，隨後你望向密語精靈，還知不知道別的？要怎麼做才能破解掉這個幻想？精靈卻在此時猶豫起來。破解之法也並非沒有，只不過需要您獻祭心中最為珍貴之物。听後你直接大怒，我心中最珍貴之物，也就是那些天賦法寶什麼的，如果把它們獻祭出去，實力肯定會大幅下降。要知道，我來這裡可是為了變強救治柳如煙的，而且這小精靈來歷不明，他的話也並不能全信，就沒有別的什麼辦法。你看向小精靈，開口道聞言。密語精靈沉思片刻，就沒有別的什麼辦法？倒也不是沒有，我可以獻祭自身來為您打破幻象，可沒有我的幫助，您未必能通過接下來的試煉。我能感應到，可您並不完全相信我。對您來說，獻祭我也是種不錯的選擇。面對小精靈的話，你沉默了。對方好像確實並沒有什麼惡意，可如若真像他所說的，失去他自己就沒辦法通過接下來的試煉，那我這一趟豈不是白來了？想到這，你開始猶豫起來。短暫思考過後，你還是選擇了獻祭自己最為強大的天賦金剛不壞。隨着一陣詭異光芒閃過，你感覺生命中好像消失了什麼重要的東西。緊接着，密語精靈開始施法，幻象也隨之消散。我操啊！這密語精靈有點東西。話音剛落，老者自遠處現身而來。不愧是天選之人，果然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確的選擇。別着急，通過這最後一關，一切謎團自然會迎刃而解。好，那就趕緊開始吧。聞言，你開始催促起老者來，畢竟現在多浪費1秒，柳如煙那邊就多一份危險。不要着急，小伙兒，這裡的時間相比於外界是靜止的，無論你待多久，外界都還是你來時的模樣。那這最後一關到底是什麼呢？聽到這，你鬆了口氣。老者聞言，朝着你緩緩開口道：這最後一關是我精心為你設下的，而我便是那守門人。說着，老者大手一揮，一張桌子憑空出現在你眼前。試煉規則很簡單，
你我二人各擁有一輛赛車，這裡有8張零件卡牌。可讓你沒想到的是，老者竟然選擇了座椅。看到這，你開始認真思考起對方的動機。這老者足智多謀，如果僅是個競速類遊戲，他不可能接連拿下和速度無關的配件，這其中肯定隱藏着什麼秘密。之後，一個大膽的想法出現在你腦海。最後一條規則明確說明了，只要順利活着到達終點，就算誰贏，這個活着絕對沒有那麼簡單。對方接連拿下和速度無關的配件，其真實目的無非就是想通過後手將賽車擺放在內側賽道，而我要想完成比賽，就必須要拐彎。只要我拐彎，對方就可以抓住這個時機，強行加速將我撞飛，碾壓出局。如果真是這樣，那也太恐怖了。見你遲遲不肯選擇卡牌，老者忍不住出聲提醒道：“怎麼了，小伙子？擁有唯一的剎車配件，最大的優勢都在你那裡，還有什麼好糾結的？”你聞言則是更加肯定了對方的目的。目前只剩擋風玻璃和另一張方向盤，沒有絲毫猶豫，你直接選擇方向盤。你選的都是些和速度無關的配件，並且最關鍵的方向盤都在我這兒，我真的想不出你要怎麼做才能贏我。聞言，老者徹底放鬆了警惕。小伙子，那可未必。這老者足智。看着對方那副胸有成竹的架勢，你就知道基本上已經穩了。選擇完畢後，你二人開始對賽車改裝。果然如你所料，老者選擇了內側賽道。隨着倒計時結束，你二人正式開始比賽。現在只要正常行駛，不暴露自己的目的，便能穩穩拿下比賽。沒過多久，你二人來到了第一個彎道。老者見時機已到，便開始猛踩油門。你知道對方沒有方向盤和剎車，意識到這次加速便是他的破局之法。他想在彎道利用速度將你撞毀。沒有猶豫，你緊忙踩下剎車減速避讓。老者的賽車由於沒有剎車無法減速，又沒有方向盤無法轉向，徑直衝出了賽道，衝向了深淵。最終你有驚無險地完成了比賽。我操，真的好險，差點就小命不保了。話音剛落，老者閃現到你面前。小伙子，算你厲害，没想到你竟然早就看破了我的目的，还能偽裝得那麼好。那是自然。現在可以告訴我關於我的一切了嗎？哦，對了，還有那份无與倫比的力量，何時才能給我？